对不起，我今天失态了。秦安至今对自己的行径都毫无悔意，换做任何人都会欲杀之而后快。但这也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。你也是人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奴婢见过殿下，九娘子。九娘子，之前奴婢说要送与娘子一把新伞，今日才在库房找到，花纹一样，颜色与娘子相称的。多谢，娘子喜欢就好。这等鲜艳的颜色，怎会与我相配？不喜欢扔了便是，何须为了一把伞浪费心神？倒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我刚出府不久，实在不便用这等鲜艳的颜色。她不是秦老夫人最器重的贴身侍女吗？怎会连这种事都忘记了？采荷行事向来仔细，按理说不会有这种疏忽。不过，以我近些时日对秦府做的事，他能这般敷衍我，也是不易。若非在紫竹林碰上了他，重封枯井这事，说不准还能瞒得更久一点。老夫人呢，为了这口熏井心慌了2天。这不，今早霍大人一发话说勘察完毕了，就立刻让我带人把这口井给封上了。重封枯井，重封，这石板应该就是封井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我想，我们漏掉了秦府的第一个案子。是连夜案吗？不，是偷移镇妖石案。无论是刘春之死，还是引导我们去寻找杨氏母女的遗骸，凶手必须要移开镇妖石才可实施。所以，偷移镇妖石才是复仇的第一步。凶手从准备到出手杀人，竟隐忍了这么久。是啊，10几年来，秦府上下只有刘春可以公开进出紫竹林。凶手想要不为人知的偷移镇妖石，必须要得到刘春的配合。可这刘春又是秦老夫人和秦安的心腹，想要获得她的信任可不容易。由此可见，凶手的心性、城府，着实不容小觑。可那镇妖石，至少需要4、5个壮汉才可移动。凶手就算有刘春相助，也不过是2个人，是如何能移开那重于1000斤的镇妖石？而且移开镇妖石后，他为何不立刻对八姨娘和刘春出手？他在等什么？恐怕是在等我们。我们？安阳侯府新娘案后，我曾发现有人在监视你。与其说是监视，倒不如说是等待。等待一个将他布局展开的机会。若没有你的勘验之术，八姨娘的真正死因会被秦老夫人给掩盖过去。若没有我这个亲王世子，新上任的按察使霍怀信也不敢得罪秦府，凶手的计划根本没有办法推进。可正因为你我2人合作，让凶手的布局得以顺利实施，揪出了秦安这个罪魁祸首。凶手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，忍耐许久，要的就是一击毙命。如此说来，连夜与杨氏母女毫无关系，她的死并不在凶手的计划内。回想连夜遇害当晚，刘春赶到后，特意去看了死者的尸身，像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。连夜，说明刘春根本不知死者是连夜。连夜被害时，刘春肯定不在紫竹林里。可惜我没有办法得知连夜生前究竟见到了什么，逼得凶手
匆匆将他灭口。去问问与莲叶交好的侍女吧，或许能找到她去紫竹林的原因。殿下，殿下，秦府的库房和秦安的院子都搜查过，根本就没有杨氏的画像。是没有秦安题字落款的画像，还是独独没有杨氏的？别说题字落款了，就连女子的画像都没有。主子，这里。治安道在这后面，机关应是就在这附近。我来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杨氏的画像距今至少8、9年，只需找纸张微黄的画卷即可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管。嗯。都是秦安碰过的东西，别脏了你的手。没有题字落款，这画像倒是意境缱绻。这有个印线，于民，一指真假难辨的美玉。这秦府上下名字与美玉相关的，似乎只有秦琛了。这画中可是秦少夫人？不是。大嫂说，大哥心中另有其人，却没人相信他。原来并非大嫂多心。秦琛把画卷藏在这里，说明他也知道这段私情是见不得光的。少夫人生了，男孩还是女孩？是女孩，真的，快去看看。走，总算是少儿，太好了。我们先回吧。今日秦府多有不便，改日再好好招待郡主。母亲，不看看小侄女吗？大哥只留下她这一点骨血了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一个丫头而已。走吧，母亲。丫头怎么了？丫头也是秦家血脉啊！这秦家人怎么回事？嫂嫂，你也都听见了。若你仍心存死志，你的孩子就要独自一人面对这冷漠的家，能否平安长大都不知道。你
真的忍心将他置于如此境地吗？我要仙女大归，此生再不踏足这肮脏地方一步。以往看着秦琛也是翩翩公子的模样，想不到竟干出这等事来。他手中犯下3条人命，我原本以为他早已泯灭天良，没想到他最后会先救他妻儿。人心最是复杂难辨，彩荷本是受害者，最后却成了残忍冷酷的行凶人。秦琛为了一己私情杀人弑父，最后却仍抱有舐犊之心。如今他们一同沉入火海，这辈子的爱恨情仇就更难理清了。唉，秦府的事儿真是匪夷所思，难怪你俩都没时间理我了。不过主犯从犯双双殒命，此案也算是了结干净了。那小婉儿是不是有时间可以陪我啦？秦府前景堪忧，难免波及他自身，哪有心思陪你玩乐？怕什么？哎，要不然你搬来和我一起住吧，我还可以和你们一起断案。多谢郡主，但秦府如今声名狼藉，我不能再连累你被人非议。我不怕，谁要敢非议你，我拿鞭子抽他们。九娘子，待我日后入职刑部，你可愿回京助我？可还是祝你勘验，大案小案皆可参与。凡我力所能及，皆能参与。我求之不得。太好了，我也要去。你跟我过来！成天就知道吃吃玩玩，怎么会有你这么多麻烦经历？你手劲怎么这么大呀？娘子，您今天不该一口答应跟世子殿下进京，有何不可？殿下即将任职刑部，有他相助，我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行勘验之事，还可出入刑部，寻机查探父亲的冤情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岂能错过？可您是未出阁的女子，你这般急切答应跟外男进京，不怕世子殿下起疑心啊？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毅沈思兴的大理寺校正洗冤录，我便找了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思兴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。你怎知戴着谢胄面具的人就是我？谢胄善变曲直，这世间除了你，还有哪位女子会戴如此凶恶的面具？他怕是早有察觉啊！那您还敢？我亲眼见过他身上的伤疤，有多处是离开朔溪后天的新伤。除了戎狄，想必在大周也不乏欲置他于死地的对头。他放着威风无限的朔溪少帅不做，偏要入职刑部，又一再示好于我，想必也有他的谋划。不论他目的为何，既然他敢用我，又对我有益，我何必瞻前顾后？想不到瑞王世子那样的贵人，也有说不出口的难处。父亲生前惠及的亲友下属何止100人，一朝蒙冤，只有殿下一人仍赞誉父亲，不愧为一代青天。无论他是否心存试探，既然他肯说出这句话，我就领他的情。世子殿下是个好人。哎，娘子，要不我们索性把老爷的冤情告诉世子殿下？不可。父亲的冤情
与晋王之死密切相关。如今，我与世子尚可互惠互利，待真相大白之日，是敌是友尚未可知。所以，无论他是否怀疑我的身份，只要他一天没有证据，我们就一天不能承认。秦安泯灭人伦，罔顾天道。秦琛与奴婢采娥是内乱通奸，残害人命。按律当资产没官，凡有隐匿财物者，当贼盗罪论处。是。世子殿下，哎，九丫头，九姐，你能不能去求一下世子殿下，好歹给咱们三房留点傍身的东西，否则你们姐妹3个都没嫁人呢，让这一大家子怎么活呀？母亲为何要求他？明明是他害的我们。若非你多事，祖母和大哥怎么会死得那么惨？婶娘，当初那些女子求活命之时，咱们秦府可曾有人放过她们？如今你我又有何脸面求钱财傍身？民女替那些受害女子的家人们，谢谢天下。哎，多亏了你，他们才能沉冤昭雪。最不该谢我的人就是你。民女还有一事相求，但讲无妨。我大嫂产后虚弱，母女2人皆受不得惊吓，可否请殿下？放心，林峰院会待你嫂嫂大归之后再做处置。至于其他人，任谁说相，也休想免罚。母亲，我们走吧。